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讨论了历史的演进，那最后让我们来讨论未来的发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资料系统的架构的演进是与时俱进，未来的发展呢，它会受到硬体的发展的影响，也会受到未来应用场景的影响。现在讨论硬体演化的部分在硬体的部分呢，越来越多应用是跑在云端系统上面，例如说 Amazon 的 AWS、微软的 Azure 等等，或者使用 OpenStack 去架设私有云 Private Cloud。但这样的环境就与原本 Hadoop 的开发假设 Data Locality 是相违背的，在云端上计算跟储存必须分开，所以这会带来很多新的议题。网络的频宽还在一直增加当中，未来也有很多增加的空间。现在的主流是1Gbps 的网络，还有10Gbps 的网络。不过40Gbps 的网络设备已经出现了，那未来100Gbps 的网络设备或许有一天也会成为主流。如果网络速度这么快的话，也许 Data Locality 就不再那么重要了。虽然硬碟的速度几乎没有增加，但近年来 SSD 的固态硬碟价格快速下滑，那 SSD 的存取的速度远高于一般硬碟，所以未来如果有了超高速的网络，加上 SSD 的应用，对于未来的资料系统架构的变化肯定有非常剧烈的影响。那在计算设备的演进方面， GPU、TPU 用于计算 Deep Learning 的帮助很大，但目前Hadoop 平台呢还不支援针对 GPU 计算资源的分配，所以这肯定是未来一个主要的开发方向。在应用的方面， Machine Learning、Deep Learning、AI 的应用是最近非常热门的话题。还有在 IoT 的应用场景当中，时常需要做即时分析 （Real-Time Streaming）， 要将这么大量然后即时的资料做即时分析、储存，然后瞬间做出决定，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。最后，随着各大企业疯狂的收集资料，资料安全还有个人的资料隐私权也变得非常重要。世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一方面，然后要制定不同的法律规范。那单纯就系统设计开发角度来说，你要如何去设计出一个系统，既能够符合资安规定、保护隐私权，又能够处理这么大量的资料，然后不降低效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让我们再来回顾这门课程一开始，全世界资料成长的示意图。现在是2017年，全世界的资料量是在这条红线这里。以目前来说，其实Hadoop为基础的资料系统架构，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说，已经达到性能的极限了。我刚才一开始也有说明，传统关联式资料库系统的极限大约可以储存数 TB 的容量，因为当时这样的系统架构是1960到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，当时没有更大量的资料的需求，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，数位资料量暴增，因此才产生出 Hadoop 这样的系统。那 Hadoop 的极限呢，大约可以储存100 PB 到200 PB 的资料，这样子而已。但前面我们说到，资料以每年40% 的速度成长，也就是说，未来5年，资料量有可能比现在还要多一个数量级。那如果再过10年，到时候的资料量呢，甚至可能是现在2个数量级。所以我们势必需要一个新的系统架构，才能够容纳2020年一直到2030年产生出来的巨量资料。我相信，如果集合全世界所有聪明的人在一起，肯定能够开发出这样的系统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巨量资料系统，你要怎么样设计出一个不难维护，而且用起来也不会太复杂的系统，是一个大问题，也是一个挑战。让我再重新回顾这堂课的内容。如果前面讲了一堆东西你都不记得的话，那我希望你能至少记住3件事：第一 ，Data is new oil， 资料比石油更有价值；第二，开放源码的软体系统已经成为新的标准了；第三 ，Think big， 你要想得更大更远。这个领域的研究还需要很多人投入，去解决我刚才最后提到未来会面临的问题。未来还有很多令人兴奋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。最后再让我提一点 ，Google File System 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软体容错。Failures are the norm rather than exception。
那我觉得这句话不但用于分散式系统很实用，用于人生哲学上也蛮有道理的。失败很常见，所以不用大惊小怪。你的人生也要有容错机制。这一门课就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下课了。